遭遇对于一家餐饮品牌公司致命的食品安全危机后，没过几天竟然就能挽回品牌形象，甚至创造营业额新高，成为街头巷尾被讨论的话题，获得各方好评。蜜雪冰城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营销手段做到的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哈比亚频道。我们的频道将在周五每2周一更，欢迎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2021年6月3日，蜜雪冰城的官方账号在 B 站上传了一首改编自美国乡村民谣 Oh Susanna 的 MV 主题曲，其中改编的歌词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也朗朗上口，于是迅速出圈，火爆全网。借助这支主题曲，蜜雪冰城也接连登上 B 站、微博、抖音和知乎的热搜榜，被大众所熟知。不仅如此，网友们也热衷于将这支曲子制作成不同的版本，例如外语版、鬼畜版、京剧版、古风版等等，然后上传到网上供大家娱乐。而这些视频越火，模仿的人就越多，对于蜜雪冰城来说，宣传的效果就越好。其实在此之前，蜜雪冰城已经在不断尝试制造热点，寻找海麦小姐姐、蜜雪福袋节和520情侣证，也都在抖音、小红书、朋友圈等各个平台刷过屏，只是没有像这次的主题曲一样获得这么高的热度。消费者们对蜜雪冰城品牌的好感，不仅因为它成功的营销手段，也因为在面对2021年7月20号的郑州水灾时，它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。即使总部在郑州的蜜雪冰城因洪水产生了不小的损失，也仍然向灾区捐款2200万元人民币，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，并且在资金周转过来后，又追加了4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。众所周知，蜜雪冰城在众多奶茶店中的价位是最低的，3元一支的甜筒冰淇淋，4元一杯的冰心柠檬水和7元一杯的双拼奶茶都能说明这一点。而正是在这种平均每个产品的利润都不高的情况下，蜜雪冰城为灾区总共捐款了2600万元人民币，让消费者们都心疼不已，燃起了购买蜜雪冰城的热情。也正是因为这2个热点，使蜜雪冰城在2021年5月14日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风暴后，不仅没有影响销量，还成功挽回品牌形象，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看过了关于蜜雪冰城的2个热点事件，想必大家对蜜雪冰城这个品牌也充满了好奇吧？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蜜雪冰城的发展史。1999年4月，创始人张洪超在郑州创立了第一家蜜雪冰城的店面，之后几经辗转，终于在2008年春天注册成立了郑州蜜雪冰城商贸有限公司。它的新鲜冰淇淋加盟店面也达到了180余家。在2010年将公司更名为郑州两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后，又成立了河南大咖食品有限公司，向各个门店提供自己生产的产品核心原料。直至2020年6月22日，蜜雪冰城在官方微博上宣布，在全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1万家，这也是中国首家门店破万的茶饮品店。之前我们介绍过，蜜雪冰城的价位是所有奶茶店中最低的。事实上，在2021年4月，多个奶茶品牌涨价的时候，蜜雪冰城在微博上回复网友，宣布在疫情期间绝不涨价。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但是赢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。蜜雪冰城的主要产品分为4类：冰淇淋、果茶、奶茶和咖啡特饮。
所有单个产品的价位都不超过10元人民币，绝对是奶茶店中的一股清流。这也是因为蜜雪冰城将消费群体定位为在校学生和普通居民，所以虽然价格低廉，利润不高，但是消费群体庞大，消费者众多，也能在2020年实现65亿元的销售额后，有望在2021年向年销售额100亿进行冲击。看完这支视频的介绍内容后，想问大家，你们平时会经常买蜜雪冰城家的奶茶吗？最喜欢的蜜雪冰城单品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关于蜜雪冰城品牌的相关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类小科普型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订阅我们的视频和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上线的提醒。我们下次视频见。